到最後我1毛錢都拿不回來，我是很崩潰的，損失了6位數的金錢差一點破產打了疫苗過後身體就爆發了皮膚炎我是不是可以一棍打暈自己呀？衣服全部都是膿水血水，好像把那個皮撕下來這樣子，又痛又癢又脹心想幾時才到頭嘞？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人生反轉啦》。那麼今天這一集故事可精彩，因為我一邊聽她的體驗，一邊覺得雞皮疙瘩。就是我們的女戰士建樂姐，大家好，是建樂姐，好不好？我們帶大家一起回溯到你的2年前，2023年發生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經濟上面，你是不是因為網絡投資的生意而差一點傾家蕩產？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那時候呢，我就是想做，要賺一點外快來補貼家用啦。然後我就在 Facebook 加了很多的人想着要放產品上去賣咯。怎麼知道呢？就引來了很多的騙子各種各樣的騙局都出現在我的面前一共騙了建樂姐多少的儲蓄還有資產？損失了6位數的金錢大部分的存款都沒有了，然後還欠銀行很多的債務咯。那時候就刷爆了2-3張的信用卡咯，差一點就是破產咯。當時我認識了這個網友他就教我這一些網站的投資咯。其實我本身我也是很喜歡這些金融網站的投資的東西的啦。有時候我覺得本地的投資很慢我去外國的平台做投資因為我熟悉這樣的操作，我就敢去玩真的是很刺激，一直不斷的投入的錢進去咯，然後又不斷的賺到錢所以加起來裡面就有很大筆的錢了。當我要拿回錢的時候他就跟我講，因為你賺太多了所以要還一個稅金我就心都涼了我去哪裡找錢還稅金？然後我就抽了一筆錢去還這一個稅金。他又講，因為你太頻繁操作，引發了風控，結果我的戶口就被凍結了咯。他講，如果你要解凍，你就要交保證金我甚至刷爆了2-3張的卡啦，因為我要提錢嘛，我就是要找回我的本金到最後我1毛錢都拿不回來，我是很崩潰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子。以上發生的都是一些像是電影劇情啦，發生的一些騙局的事情，都發生在你的身上。你有沒有覺得說，是不是自己運氣真的那麼不好，所以身邊才會有這麼多騙子來到身邊找你這樣子？對，那時候我的生命警壓就是很低咯。其實我以為人死了才下地獄的嘞，其實不是的。在佛法的觀點裡面來看，當下你最痛苦的時候就是地獄界咯。當時我就是在惡鬼界咯，一直要抓住這一些東西嘛，一個很迷惑的心理我的家人他一直罵我，怎樣罵我都罵不醒。那麼建樂姐，同時間那一年是不是在健康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挑戰的問題呢？就是當時打了疫苗過後身體就爆發了那個皮膚炎全身出了很多的紅紅點點找了很多的治療，接受中醫西醫的治療，花了整萬塊的醫藥費都不會好我的胃也是受損了，不能夠再繼續吃這一些藥了，所以就轉去接受這一個自然療法咯，吃一些中草藥，結果就爆發更多的出來。營養師講是要給我斷根嘛，我就講你到底是要給我斷根還是斷命皮膚很癢又痛又腫，是不是有一個方法把我那個直接感這樣子關掉我就不會有感覺了嗎？我是不是可以一棍這樣子打暈自己衣服全部都是膿水血水，沖涼要脫衣服好像把那個皮撕下來這樣子，
流血咯。最嚴重的時候哦，腳啊水腫3公斤啊，就是每天反反复复，心想幾時才到頭嘞？有沒有覺得說我的人生是不是這樣子就要完了？為什麼都會發生在我的身上？對呀，我那時候想，為什麼是我呢？為什麼我這樣不幸？其實人生的問題都是自己造成的。那建樂姐，我也很好奇哦，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生反轉點，讓你看到人生的一個希望？在最關鍵的時候呢，我就是看到池田先生的一篇指導，深深的撼動了我。當你排除萬難的確信站起來的時候，你千萬不要猶豫，不要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情啊！我就知道我所發生的一切到此為止，我真誠的改變過錯。通過唱大量的題目，我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讓我自己有智慧和勇氣去面對所發生的事情啊！我就決定停止我所有的信用卡，把所有的互聯網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抖音啊這些全部關掉，真正的放掉了這一些，回到我的人生的正軌。當時也是有發花金展哦，我就去參加了這一個清潔團隊的志工，我也是領隊啊，因為我要累積福運，讓自己得到宿命的轉換啊。當時呢，手呢、腳呢還流着膿，身體也是還在痛啊，我就沒有顧慮這麼多。那些訪客看到，哇，廁所這麼乾淨啊，他們還給我們一個5星級廁所這樣的評語哦，我們就覺得很喜悅咯，已經完成了這一個任務。那麼想問一下，後來的你，就是現在的你啦，怎麼樣進行康復的一些治療？其實我從小就是藥罐子啊，那麼後期呢，就是打了這個疫苗，因為身體太虛弱的緣故啊，又導致了免疫系統失調，我就倡議祈求有一個方案啊，解決身體健康的問題。很有福運的就遇到了一個養生的老師，經過2個月過後哦，我就發現以我的手上的那些紅腫哦，沒有這麼癢了嘞，也生回了一層的皮膚膜，很開心哦。通過我自己本身啊，去做一些艾灸啊、疏通經絡啊，配合一些中藥啊、營養啊，從根本的問題把整個身體調養過來。哇！我現在看建樂姐的手臂啦，哇，感覺完全沒有皮膚炎的一個痕跡耶，是不是覺得現在的自己已經脫胎換骨了嘞？那麼回到一開始的經濟問題，想問一下，當初那個6位數的債務目前還清了嗎？最後就是賣掉屋子還債咯，所以現在也算是一個很踏實的幸福了啦。有沒有最感恩的事情是什麼？最感恩的就是當時我沒有放棄佛法，我就是一邊流淚，一邊痛苦，一邊唱題，一邊還錢呢，一邊的就去忍耐咯。我終於明白到了，這種快速致富就是讓我快速的覺醒，我真的是感到很痛咯。池田先生一張雙彩虹的照片帶給我很大的感悟，我們一定要不斷的向前進啊，才會在人生的風雨過後看到出現的彩虹。以前呢，我以為逆轉人生是靠運氣，其實是靠自己的醒悟的。現在呢，我就是唱題，就像刷卡一樣咯，一點一滴去累積自己的福運餘額咯。現在我的人生就是超踏實的，就像烏雲衝出的彩虹那樣咯。以前呢，我就是去追光，現在的我自己發光啦。現在的建樂姐應該就是脫胎換骨，成為名副其實健康又快樂的女戰士了，恭喜建樂姐。OK， 那麼我相信在鏡頭面前的你，可能也正在經歷着低谷期，但絕對不要放棄，只要靠着信心，一定可以擁有自己的反轉力。那麼我們體驗分享就到這邊，請大家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留言我也想逆轉人生。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